它是一种慢慢折磨你的完美毒药，中毒后直接会留下蛛丝马迹，有特效解毒药。1994年的清华大学，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孩朱令因意外中毒它，其人生轨迹急转直下。这起震惊中外的案件，让它这个词刻入公众记忆深处。它这种仿佛只存在于侦探小说中的毒药，如何在现实中慢慢折磨一个生命？它留下的蛛丝马迹又如何成为解开真相的关键？它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，有非常好的延展性和可塑性，在化学工业、电子工业和制药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。例如，可用来治疗耐腐蚀的容器、低温温度计、超导材料、杀虫剂、脱发剂等等。同样的稳定性质让它成为了一种难以察觉的毒药。它的隐蔽性是其致命性的加倍器。首先，它的化合物可以溶于水，而且几乎没有味道，所以如果患者给你下毒，你喝下去没有什么感觉。然后第二点，它虽然有剧毒，但是它毒性发作很慢，不是喝了一下马上就让你死的。大部分情况下，它发作很缓慢，让你非常痛苦，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折磨你。同时的话，这些症状不具有典型的特征性，也就是说，它中毒很难诊断，等诊断出来，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，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，甚至是死亡。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，它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毒药，而且能够接触到它这种金属的，往往都是一些知识分子，因为在一些高校的实验室里面有这个元素，而普通人很难接触到。那么我们具体来讲讲它中毒有哪些临床表现，应该怎么样治疗。它的化合物除了你吃下去经过消化道吸收，还可以通过皮肤吸收，或者你体表的毛囊、呼吸道都可以吸收。它中毒可以引起以下一些临床表现：第一个，肠胃会出现不适，表现为腹痛、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。第二条，末梢神经病变，表现为四肢的麻木和刺痛，特别是在手和脚的末梢部位，四肢无力，尤其是下肢无力，可能会出现肌肉疼痛和抽搐，长期会失眠、焦虑、抑郁、幻觉或精神错乱，严重的话会视力模糊或失明。第三条，皮肤和毛发表现，它中毒常见的一个特征是头发大量脱落，可能会出现皮疹或皮肤发紫，但是这些呢都没有特异性，很容易与其他疾病搞混，导致误诊。那么有一个比较有特性的特征，就是你的指甲会出现白线，白色的横纹叫做敏氏线，正是确诊慢性它中毒很重要的特征。根据以上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和体征，医生会怀疑它中毒。如果要确诊的话呢，要做一系列的检测，比如说检测血液、尿液、毛发当中的它浓度。如果确诊它中毒，应该怎么样治疗呢？如果是急性的中毒，咱们要远离中毒的场所，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可能受到污染的皮肤。如果口服含有它的化合物，咱们要催吐，要洗胃。如果是慢性中毒的话呢，我们要使用一些特异性的解毒剂，比如说普鲁士蓝，它可以与我们体内的它结合，然后排出体外，也可以通过血透析、血滤波等手段把它排出体外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换血。它中毒的难点在于早期诊断，因为它中毒本身发病率就很低，一般的医生也没有见过，没有临床经验，而且它的症状呢又没有特异性，很难会想到是它中毒，所以往往就是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，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，比如说神经系统的损伤，导致了严重的体力下降、瘫痪，甚至是智力下降，至于变得跟小孩子一样。所以生活中一定要注意，及时观察，及时治疗。